Hello， 欢迎来到娱乐八卦君。在节目开始前，请先关注、点赞，这是对我最好的支持哦。如今王一博的名气越来越大了，自从去年与肖战合作了一部《陈情令》大火。要知道之前他是在《天天向上》中担任主持人的，在里面偶尔说一句话，但是他话不多，所以关注到他的人也是少而又少。如今随着自己的人气越来越高，他的行程越来越赶，所以自己的独立空间越来越少了。王一博自己曾经吐露过心声，他没有想到人火之后，连出门都成了一种很难的行为。因为现在的私生饭越来越多，有不少的粉丝很不理智，他出门都时时刻刻的监视着。更夸张的还有将他的行动监视得非常的密切，这也让王一博更加的烦恼了。可能这就是当明星的烦恼，有热度自然关注你的人也就多了，不过谁能保证都是一些比较理智的人呢？这就是出名的代价。前段时间有网友就偶遇到了王一博，当时他是自己独乘飞机，好像并没有的工作人员跟随，而且全程一直都比较低调，自己独自低头玩手机，眉头有一些紧皱，看起来心情好像并不是太好，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工作太过于繁忙，心情很压抑呢？这位粉丝也是比较友好的，看到王一博独自坐飞机心情不太好，他并没有多多的打扰，而是离着他远远的拍了几张照片。给他独立的空间，对他来说是一件特别不容易的事情，所以这个粉丝的做法真的是很值得大家去学习。王一博当天并没有把自己裹得太严实，口罩在飞机上他摘了下来，不过当天戴了一顶黑色的帽子在飞机上并没有摘下来，估计是不想太张扬，让很多的人将他认出来。在飞机上他并没有休息，而是在低头玩手机。低头玩手机的王一博自己一个人真的非常的孤独。一般明星在飞机上基本上都会抽空休息，他们的工作实在是太繁忙了，没有太多的休息时间根本安排的不那么规律，但是王一博还在玩手机，果然是年轻人嘛。网友上传的这组照片是非常真实的，一般向粉丝拍明星基本都是生图的模样，而这一次离开滤镜之后的王一博暴露了自己最真实的颜值。平时我们看到的他是在舞台上化妆的样子，而平时基本上他都是素颜出镜，所以这次粉丝拍到的照片是很真实的。远远拍出的照片能够看出来王一博的状态虽然说不是很好，但是他的皮肤确实非常的白嫩。平时我们在镜头看到他是很白嫩的，以为都是灯光打出来的或者化的妆，大家会觉得明星的皮肤多多少少都是掺假的，但是没有想到王一博素颜下的状态也是那么的白皙，但是让很多的女孩都特别的羡慕。王一博不仅皮肤特别的白皙，而且脸上并没有太多的瑕疵，就连年轻人经常长的痘痘都没有。很多的年轻人在现实生活中一般熬夜都会长痘痘的，所以以王一博这样天生的好皮肤，真的是很多人都羡慕不来的。王一博是一位明星，代言的产品有很多，但是他几乎一个月都不怎么做面膜，人家的皮肤就是天生的好，就算是离开了滤镜美颜，也是轻轻松松能扛得住。王一博和香奈儿女装上身同样酷帅无比，时尚不分男女，盘点王一博那些年穿过的女装，只要人对，男装女装都不是问题，时尚不分男女这话没错，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你却很难找出这一类男装女装都能驾驭的人。如果你足够关注时尚界，那么一堆能女装男穿欧美模特、设计师信手拈来，但如果你不关注时尚界，只是热衷穿搭、欣赏美，那么这一类人是很少出现在你的视线里的，或者是他穿了女装你也没发现的。比如王一博。王一博长相丝毫不女气，骨架也很优越，是众所周知的衣服架子，时尚不分男女，在他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这里所说的时尚不分男女专取男女时装都能驾驭的这部分意思，王一博穿过的女装说出来都能让你大吃一惊，因为他优越的气质和骨架，时尚大牌的女装在他身上也丝毫不显女气，大码女装在王一博强悍的时尚表现力面前，瞬间就成了衬托他酷帅气质的陪衬物。
王一博所穿搭的这些女装，并不是将整套都穿上，而是大多数情况下只选择她的外套。王一博服装设计师对香奶奶的女装外套情有独钟，设计线条棱角分明且有独特设计感的女装都在她鬼斧神工的巧妙搭配下，脱离女装的气质范畴，完全成了凸显王一博个人魅力的时装。比如这件黑色丝绒金丝条纹的长款外套，女模特的穿着风格是尽显霸气，还有一丝丝朋克风的潇洒感。同一款时装在王一博身上的穿着风格就成了带有儒雅英气的青年帅气感，内衬纯白的 T 恤和简约有质感的黑色直筒裤，整套穿搭的风格与模特完全相反，两者各有千秋。白色波纹叠层西装外套在秀场女模特的身上是精致优雅，扑面而来的高级气质，仿若上个世纪的气质 Lady。 王一博的鬼才设计师把这件女装外套与黑色丝绒贴身上装搭配在一起，整体搭配与香奶奶设计的驼色搭配背道而驰。但在王一博这个人形衣架子身上，他不仅穿出这件时装的精致贵气，还穿出温良端方英气逼人的风格，特别是他手腕上的宽带腕表，不可靠近的贵族小公子气质尽显。女装在王一博身上真的穿出了他特有的气质，这件女装外套没有点体型优势的人真的驾驭不了。相信大家一定看过王一博的那套黑白亮片拼接外套造型，复古且带有皇家尊贵感的项链，半梳起来的长发，黑色贴身内衬，低领配上荷尔蒙爆表的喉结，真的是内敛又性感。半长的头发其实对男性来说是很难驾驭的，处理不好就会出现油腻、老气、女气等效果。而王一博的这个半高扎的头发却英气十足，英挺的山根和线条分明的眉毛极具凌厉感。亮片拼接的绒质外套虽显浮夸，用它做日常穿搭会过于夸张，作为舞台服装则效果刚刚好，这份浮夸就扭转成了7分的华丽加3分瞩目。王一博将它穿出了绝无仅有的气质。王一博的女装男穿用实力演绎时尚不分男女，不仅在审美领域，更是在时装穿搭领域，女装他都能穿出个性与酷帅气质，男装就更加不在话下，风格百出。而每一种穿搭风格，王一博都没有让人失望，呈现出了美的视觉盛宴。时尚不分男女，时装虽有性别属性，但美却从不从属于某一区间，它是无限延伸与无限交错，一是独立又存续于市井。时装品牌的设计虽然代表着时尚审美的潮流，它所体现出的美却不只是审美潮流，人人趋之若鹜的除开它的外在美以外，还有它的内在价值。穿搭除了外在美的基础目标外，更重要的是找到自己的内在价值，美的独特、自由。王一博的耿直真是有迹可循，无处不在，基本上从不说假话。一旦遇到这种被逼迫性营业，要么不说，要么就支支吾吾辩解吧，真是实实在在的老实孩子一枚，娱乐圈的一股清流。景王一博天天向上景，最近播出的《天天向上》一期中，在追梦的哥哥们中，我们熟悉的敖犬来挑战，直言很多95后的年轻人不认识他，因为跟王一博是同一个公司，王一博就不认识他。到王一博这边后，王一博的一脸的猛态的样子，看得出来王一博确实不认识，只是为了节目效果，支支吾吾白天说出了一个这老实孩子又开启了过滤嘴的模式，真是怕说多一个字就被诟病，一脸无奈的样子真的太可爱了。说起来王一博的耿直，这个就不得不提到跟王一博同时出道的队友李文翰了。最近也因为一档综艺节目太过耿直也频频被说，这让好多细心的网友拿来大开玩笑了一番，真不愧是乐华娱乐的直男流水线上的，白瞎了这么好看的颜值，却不懂得谈情说爱，不解风情。前有王一博耿直耿出天际，后有李文翰直男审美直到家，真是同一个公司，同一片空白，业务能力个个都超强，就是不能开口说话，简直就是一开口就是灾难现场。既然王一博的耿直也是哥哥们带的，年少就出道，跟着兄弟们因为执着于爱好而相对专一，人的想法也是相对简单，毕竟人无完人，所以我们只要看他做那个安静的美男子就可以了，一切静静的就是岁月静好的模样，别开口，一开口就是搞笑画风带偏的节奏。
这期《天天向上》中，王一博可没少整出笑料，什么男团标配动作，人家王一博耿直到正规的证件照拍摄动作出来，站的那是一个笔挺。小伙儿，你是偶像团体，怎么整出一副军队巡视的气场出来？是不是最近入戏太深了？还有那个男团中的人设问题，耿直到家系列，你不怕暴露公司卖人设的问题？怎么就突突的都给说出来了呢？我们知道你是高冷风格，可惜你忘记镜头是有记忆的，曾经的白牡丹的王甜甜哪里来的高冷，都被自己给整没了，粉丝看了都快被你整黑的节奏，纷纷拿来视频给你做对比，真是着急了一帮猫头粉丝们，到底粉了一个什么神仙孩子，嘴巴过滤一下，开口就是要搞事情的节奏。现在有很多人都会想问，王一博貌似凭借一己之力撑起了《天天向上》的收视率，播放时间接近深夜，如果不是真爱都不想着去蹲点收看，要不是因为王一博的存在，估计都已经遗忘了这档老牌综艺节目了。可是王一博说话带来的看点确实太劲爆了，每次看了热搜必然出现。王一博真是活在最让人羡慕的样子中，做着最真实的自己，陪伴着红与黑，一路既往的随遇而安，不争不抢才让人值得学习。